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灰岩专享的周末漫谈。像往常一样，我又选取了一些禅师在他解禅文背后的一些课后回复，大家来看一下。今天选的是第31课，资金管理的最稳固基础。首先第一个问题，其他禅友问的，禅主能否帮忙看看600690吗？下面感觉有稳的趋势，该补仓还是斩？这个所谓稳的趋势，这是在禅师第17课之前的一些名词。那么从禅论第17课开始，禅师才引入了中枢，这就是它的核心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稳呐、失稳呐、非稳呐，这些都是在第17课之前的一些名词定义。那么看一下禅师怎么回答的。禅师说：不要跌了才问怎么样，背驰肯定是出现在涨之中的。到跌的时候卖点早过了。本来弟反复说过，宁愿卖早，不能卖晚。我也在我的盘后解盘中多次引用禅师的这句话，就是我们宁可卖早，不要卖晚。你卖错比买错严重。你卖错了，手里是有钱的，但是你一旦买错的话，你的资金就被套在里面了，对吧？其实现在呢，我身边也好，或者我之前也好，或者说不论是微信群里面一些论坛里面，你都会发现很多人现在的买卖啊太随意了，而且那买卖也非常简单，不像禅师他们当年处的那种环境，你需要有一些那个红马甲啊，或者说一些要打电话、要委托呀，或者说要那看那个电影里面给咱们看到的，需要自己填单子，然后到柜台去进行买卖操作，对吧？那个相对来说是非常复杂的，但现在不一样了。任何人，你有一台电脑都不用电脑，你只要有手机，对吧？只要了登录你的账号1秒钟就可以完成你的买卖操作。所以说现在的买卖太方便了，反而造成很多人的买卖太随意，对吧？你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也没有经过去调研，也没有经过自己的分析，就去感觉哎呀差不多了就买，感觉差不多了就卖。说这个交易是太随意了。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一旦学了禅论，又开始学技术分析，我们的进场买一定要非常慎重，因为我们的进入买这个动作之前，是从3个维度来选择股票，要长期做一个股票，我们才开始去做买的动作。那么哪3个维度呢？这是我在解盘中多次提及的，就是基本面、比价关系、技术面。那么基本面和技术面大家都知道，从字面上都能知道。什么是比价关系？我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就是比价关系，这是禅师说的。那么是你选择的那个公司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地位，你要跟你同行业里面的公司进行比较，你是处于龙头地位，还是处于那个这个行业的那个尾端，还是处在行业的什么位置？你要去比较的。那么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好的行业，然后选择这个行业的龙头，对吧？比如说一直提及的这个 AI 行业，或者说芯片行业，我们为什么选英伟达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行业英伟达就是龙头，它的市场占有率太高了。所以说每一个行业，无论是芯片啊，或者你选其他的，什么游戏行业了，或者说那个互联网了，或者通讯了，都选这一个行业的龙头。所以这是我们要操作的那个比价关系指的是什么？那么基本面，那么也是很清楚了，然后才是技术面，不是这3个因素都重要，不是某一个更重要，而是都重要。只有这些你都分析好了之后，你才着手去买，对吧？你只有深思熟虑之后，你才会进入买卖的动作。比如说现实中，你现在也手里有点钱，有个1、2千万，然后现在想去买一个实业，买一个实体的，比如说你想买个超市，对吧？买个加油站，你会今天买明天卖吗？你会说哦，我要投资1000万，我只需要经过5分钟的思考，我就去点入就开始进入买入了吗？不可能的吧，对不对？所以说，那么进入股市了，那么你虽然说可能是1000万和你的1万相比较，可能是那个1000万你需要可能要慎重一点1万，但是你要在小资金的时候就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么等到你资金大了的时候，你才不会犯更大的错误。所以说不要区别对待1000万和1万，那么你的思维方式、你的那个操作的那个动作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说不能说啊，我在现实中，我要买一个加油站，我可能要思前想后的，要把各种事情都想好。我今天买了，虽然说明天可能不盈利，我也不会去卖掉我这个加油站。那么在股市中也一样，你在进场的时候一定要思前想后。所以说买错是比卖错要严重很多的。在这里稍微多唠叨了几句，要强调一下，因为买错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痛苦啊，比卖错要强很多。看其他禅友问的第二个问题，楼主是不是出现日线背驰的可能性很大呀？怎么越看越像？就看一下他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主要就是看禅师一个回复。禅师说，显然谈不上什么日背驰，只是一个1分钟线上的背驰，但最大的技术压力是周线的中枢必须有3段，现在走第3段，对吧？中枢的构成都是3段构成的。我们在这里简单说一下，他说的这个3段是什么意思？任何的中枢构成都是有3段的，对吧？这个3段是有重合的。我画的稍微不太标准，就上面这个高点是中枢的上沿，我重新画一下，这样的话避免一些歧义。对，是从这个中枢的上沿到中枢的下沿，这个重合的这个部分才是这个中枢的这个高低点。这是中枢的上沿，这是中枢的下沿，它是有3段构成的，对吧？那么都是 N 字形的。那如果说是什么样的情况，3段是不会构成中枢呢？是这样，它是一个，比如说一个下，然后一个上，然后这样下，这3段是不会构成中枢的，对吧？这3段的这个低点，在这个位置，低点在这个位置，高点在这个位置，然后它们的这个高低点是没有重合的，这3段之间是没有重合的，所以说它是不会构成中枢的。那么想构成中枢的话，必须要有重合。好多人要问，那么不构成中枢的这种，那你怎么分析呢？不构成中枢的就是没有结束啊，对吧？那么前面其实是可以这样的，然后后面也可以是这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种情形，那么这个位置其实就是类似一个类中枢的一个位置，也就是在缠论里面我们叫奔走中枢的一个结构。所以说，但是你如果想要找重合的话，必须要是这种情形才可以。好的，这是禅师说的这个第3段与否的这个情形。我们再往下看，那么禅师说，本 ID 的理论永远都是按图办事，没有死多死空这些无聊的玩意儿。这次下跌，在中午形成一个第1分钟的中枢，明天只要开盘不马上回到2869之上，那必然要有第2个，然后再进入背驰段。所以按图操作，走了的就要继续按图，把该买的买回来。本 ID 理论的有效性，通过每一次的震荡都会无情的告诉你。这个我们要跟禅师学习的就是说，不要有死多死空这些无聊的玩意儿，对吧？没有只涨不跌的，也没有只跌不涨的。我们所要操作的就是根据市场当下的合力来判断。你要首先要敲定你的那个操作的级别，对吧？你不说级别的话，你其实分析或者讨论都没有意义。你这个人的操作周期是5分钟的，那个人巴菲特操作周期的是季线的，然后你们2个人碰到一块儿了，然后互相看不顺眼，互相骂对方一句傻逼，对吧？那个人说啊，这个位置我可以买了，但是那个人巴菲特说啊，那离买还早着呢，对吧？2个人互相看不顺眼，就是因为你们讨论的不在一件事上，不在一个层级上。他看5分钟没有毛病啊，5分钟在这里面有很多的犬牙交错、上下交错呀，他没有问题呀。这个位置买，这个位置可以卖，这个位置买，这个位置卖，对不对？他可以一天做好几次。但是对巴菲特来说，那在巴菲特眼里，这些的所有的震荡都是他能忍受的范围。所以说，定交易周期是最重要的，是你第一要干的事儿。你要进入任何一个交易，你都要告诉自己，或者说你都要问自己，你是要做什么周期的交易？你是要做5分钟的交易，还是要做30分钟的交易，还是要做日线的交易，还是要做周月年的交易？你要问自己呀，对吧？你不能说我现在交易就随便进，对吧？我也不管现在是什么周期啊，现在可能只是一个5分钟的一个震荡，然后我夸叽进去50%的仓位，那你不是有毛病吗？对吧？因为它这个5分钟震荡，可能这段涨上去了，你买这个位置可能没有毛病，但是涨上去之后，你可能去喝了一杯咖啡，它又下来了，你这个相当于就在这坐电梯了，对吧？所以说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定自己的交易周期，然后呢，定好了交易周期之后，才能够定你的
交易的仓位，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交易策略，或者好的一个交易系统。因为不同的交易周期对应的交易仓位是不同的，你不能说我5分钟每一个段的都要全仓进出，对吧？那你这样的交易是一个危险的一个交易。因为你最终的其实交易说来说去，最终的还是就是在资金管理、在仓位管理上。一旦你的那个仓位管理、你的资金管理出现了一个错配的话，你就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再加上很多现在呀，大家很多人喜欢用那个杠杆，或者如果说不是大杠杆的话，可能也会用到一些 margin，对吧？那么你可能会那个融资，国内他们叫融资融券，对吧？就是融资来这个做一些交易。那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如果说再加上你一个错配仓位的话，那么给你带来的这个困扰其实是非常大的。你反而说不用那个融资或者不用那个杠杆的话，你即使下跌的话，你能承受得住。但是你一旦用了杠杆、用了融资之后，可能这个下跌给你带来的这个痛苦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让你打穿你的账户都是很容易的。你如果说去交易外汇那些的话，好了，我们往下看。禅友问：禅咪咪帮分析一下大盘从2541到3049的点位5分钟级别的图，自己感觉好多中枢啊。就是说，这个朋友在分析那个图形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5分钟上好多中枢都不知道从哪儿看起，这也是大家会遇到的一个非常那个大众的一个问题，对吧？大家都会遇到这种问题。禅师说，没必要。如果大盘已经形成30分钟的中枢，那就看3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从30分钟第二个开始，密切关注是否进入背驰段，然后再按区间套来确定精确背驰。按图操作，没有背驰就不能回补。这是说的啥呢？就是说，在禅师的他这个禅论里面的话，因为任何级别的反转呢，都是一买的反转，它可以是1分钟的一买、5分钟的一买、30分钟的一买。那么所谓的背驰呢，只是指的是趋势背驰，这个叫一买，对吧？这是两中枢背驰。那么所谓的一买指的都是趋势背驰才叫一买。那么你如果说盘整背驰，这个它是叫盘整背驰点的位，它其实不叫一买。之所以这个位置你当一买其实它的更小周期，可以是它的次级别，甚至是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的一个一买，就是说某一个级别的一个一买。那么在一个某一个级别里面，它可以出现两中枢，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只要说是一买的话，都是一个趋势背驰的一个一买。那么在禅师这里面，就是说，你出现第二个中枢之后，才要去密切。他说的这个第二个开始，其实是第二个中枢。那么出现第二个中枢之后，你要关注是否进入了背驰段。所谓背驰段是什么呢？再说一下，这是第二个中枢了。那么这里是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所谓的背驰段是什么呢？就是这段，这是背驰段。就是说，它就是说，其实就是它的进入段跟离开段。那么要看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有没有背驰，就是所谓的是否进入背驰段。如果说离开段没有背驰，那么它下面可以走出第三个中枢来，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出现第二个以后，开始要关注是不是要进入背驰段了。走离开并不代表要进入背驰段，它只有出现背驰的表现的时候才会出现背驰段，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有区别的。禅友问：两个同向中枢能否轻微重叠？哎，这个是我在最近的这盘后解盘中多次出现分析的几个标的里面都会出现两个中枢有出现高低点出现那个重叠。假如是一个向上的趋势，第二个中枢的下边与第一个中枢的上边有重叠，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非常多的出现，对吧？那么看一下禅师怎么回答的。禅师说，这将会构成高一级别的中枢，对吧？这两个就是两个中枢重叠之后，就是中枢的级别就升级了。而在本级别中，也将这看成一个中枢，在一个趋势中，中枢之间是绝对不会重叠的，对吧？如果说是你说它是一个趋势的那个，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如果说我说这个图走势类型是一个趋势的话，这个高低点是不可能有重叠的。这是中枢的这个中枢，那么它的高低点
比如说这个小低点和这个小高点，它两个之间是不会有重叠的。如果说出现了重叠，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中枢的级别变大了，这两个中枢合并成一个了。这是我教给大家之前在会员的周末漫谈里面说过的两种分析方法，一种就是你把这个上一个中枢或第二个中枢的上沿作为新中枢的上沿，那么第一个中枢的下沿作为新中枢的下沿，然后你这样可以构成这个新的中枢的这个上下沿。还有一种分析方法就是用三段来，就是你可以每三段构成一个比，每三段构成一个线段 ，sorry， 刚才那是口误，每三段构成一个线段，然后来以这种方式找它的那个重合位置。出现重合位置之后，那就是新中枢的这个上下沿了。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可以，其实两种方式都可以，看你的个人习惯了，对吧？这就是两种出现中枢出现扩张之后的一种画法。好的，那么这是禅师给的回复，看一下往下。路人问我今天操作比较失败，早上看势头不对，全部出了，不过已经下来了一段，下午看099在5.70有一个1分钟背驰，又全仓进去，结果尾盘被死死按在地上。请问姐姐，现在这种情况下，明天一开盘是不是先不计代价先出来，等跌势近了，形成第二个中枢背驰后再买进？看一下禅师的回答。禅师说，要等真背驰才回补，你买的位置不对。如果1分钟的下跌已经引发5分钟的主跌，这时候就算有背驰也不能用，为什么？根据区间道，要等5分钟进入背驰段，你那位置问题不大，就当弄了一个短差，把成本降低了。其实啊，这是我们在那个操作中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发现你盯的1分钟，但是呢你进去了，但是呢发现这个进去之后又被套在里面，就是说你就是怎么说呢？要2个周期，我们要多看大周期的。比如说你的交易周期是15分钟、60分钟，然后是日线 day 日线的这个周期。如果是这种周期的话，那么我们把这里写上60分钟，这是汉语拼音里的分，60分钟，15分钟、60分钟，然后日线。那么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这样的话，你如果说想用15分钟来做你的短差操作，或者说60分钟做你的短差操作的话，你要多看它上一个周期的，对吧？你要多看它上一个周期的。如果说在上一个周期，比如说60分钟它是下跌的，那么即使是15分钟出现了短期的反弹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跑掉。你如果说不跑的话，因为它的上一个周期是主跌段的话，那么我们做的交易是顺大逆小，对吧？所谓的顺大逆小是你要顺着大周期的这个图形来操作，你要顺着大周期的这个走势来操作。如果说大周期是在做下跌走势的话，那么你在小周期就不能去抢它的反弹，而是等待大周期开始转势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进场。要顺着大周期来，大周期是多，你在小周期可以去抢它的这个下跌的这种，可以去买它的这个下跌，对吧？如果说大周期是下跌的，你就不能去买大周期下跌，你反而是有任何的反弹，你应该去减仓或者说去做空的。所以说要看大周期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因为我们都是选3个周期来定你的交易周期，对吧？你可以是其他的一种选择方式，对吧？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每个人的组合不一样，但大部分人的话，你可以用60分钟，然后日线，然后周线，以这种，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太去盯盘，这样的话你的那个交易的话，比如说你以日线作为你的交易，然后60分钟是用来打短差，然后周线的话是用来看这个方向的话，其实你可能一周的话可能只能交易个1次2次的，甚至是可能一个月才能交易1次2次，其实这个交易的频率已经不错了，对吧？那么如果有精力就去做一做短差，没有精力的话，我干脆短差就不做，对吧？选好了位置我就一直拿着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说你就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这3个周期，你来怎么定？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定。如果说你每天都能盯盘的话，当然更好了。1分钟、5分钟、15分钟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易系统，对吧？那么5分钟就是你要进出的，那么1分钟是用来看一下这个现在有没有这个结构有没有够饱满、够充分，然后15分钟的话看一下在它的5分钟的上一个周期，对吧？你要交易的是5分钟，但是15分钟你要看一下15分钟上是一个什么状态，你才能够去决定5分钟我进不进。
然后通过1分钟是不是饱满，才能决定我是不是要开始在那个点位。想要把精确度提高上来的话，你就要看你交易的这个周期的下一个周期什么情况，才能够把你的交易的精度提高上来。所以说是3个周期立体交易，不能只看1个周期，一定要注意了。甚至有的时候你要看得多的话，可能要看4个、5个周期才可以。好的，那么这就是我给大家今天选取的禅师在课后的一些回复。我们看一下下周要出的这个经济数据，下周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 PCE 要出来，PCE 数据要出来了，也就是下周5。那么下周的话也是本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然后在2、3、4、5，你看这个重要性都是3个星的，所以说数据是比较多的。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周5，看一下周5这个 PCE 数据能不能够给市场带来一些更多的一个方向。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做一下这个指数的一个复盘。首先，我们看的这个周期啊是3M，就是每一根 K 线都是一个季度，这个周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看这种大周期的好处就是说，你要在大周期来判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要大周期看的什么呢？就是你要看这个周期现在是在做震荡，还是在做单边，对吧？因为单边策略和震荡策略是不同的。如果说这个交易周期，我现在举的例子是那个季度的这个交易周期，也可以是任意的交易周期。如果说这个季度的交易周期是你的交易周期的话，你就要判断，那么它现在是在做震荡还是在走单边？现在明显在这个季度的周期，它是在走单边呢，对吧？如果说你的交易的仓位有季度这个大周期配置的仓位的话，那么对你来说，可能也就是这个位置可能需要动一动，其他的位置都没有你动的机会，你都只能一直持股，对吧？没有出现技术信号的时候，你就不能卖，这就是你要做的。那么任何一个交易周期都一样。如果说现在是一个你要判断它是一个震荡的在做震荡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高抛低吸，对吧？你可以低吸高抛来做你的这个震荡减震荡操作，来降低你的成本的一个操作，你就不能一直抱着。所以说，震荡策略和单边策略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你要做判断的。现在更大可能性是要做判断，是要做震荡还是要做单边？那么在这个季线的话，它现在就是一个单边，其实。那么如果说像那个大机构，对吧？他们的持股周期非常长，5年、10年那种，那么他们这种位置大的仓位其实是抱着不动的，没有出现任何的顶分型，它不可能下跌呀。任何的转折都要有顶分型，任何的下面的转折都要有底分型，对吧？所以说在季度上没有任何的转折迹象，非常牛的往上涨。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月线上，月线上也是一样。从3491到这个最高点55505，没有出现月的顶分型的。那么想要出现月的顶分型，要等到7月份才可以。所以说在这个本月最后一个月还有1周的交易日的话，它是不可能出现顶分型的。那么就如果说你的交易仓位有配置的月线的话，那么你就不需要管它，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下3491到5505的内部。好的，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很多次的这个周线上，这是起涨点3491，然后一个进入段，2次回撤构成中枢，然后一笔离开。这笔离开，现在你跟这个进入段比较，这是我们刚才分析的禅师那个回复。你要看这段能不能够成为背驰段，对吧？只有说它出现背驰的时候，才会成为背驰段。现在这个3和1比较，我们目测都知道，什么3和1啊？就是这个离开段和进入段，我们所谓的那个3和1。那么这个离开段明显比这个进入段强啊，就没有背驰，所以说它就不是背驰段。那么不是背驰段，你要进场做空它的话，你不就是在逆势操作吗？对吧？所以说，它即使有回来的话，我们还要去判断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来。回不到这个中枢还是3买，还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说呀，在你的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如果说你既然学了这个技术分析，那么你就按照技术信号来做。没有技术信号，没有这个出现顶分型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抱着不动。那么在这个周线上，前面这里是出现过顶分型，你尝试减仓了，那么什么时候买回来呢？如果说它这个已经连跌了3周了，那么你就要去它的次级别，叫它小周期上去找，能不能够有买回来的机会。本周期它不一定要给你每个周期，如果说出现顶分型之后，必须要给到你一个5根 K 线的一个回跌的话，
去完成这个笔的操作，那这个市场就太单一了，对吧？就太规矩了。市场的走势是无常的，一定要注意，市场的任何走势都是无常的，都是合理的，都是正确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市场当下的走势来做我们的策略的一个应对，不能说啊，他这里回来没成笔，那我就不补回来了，那说明你的操作是没有达成一个闭环的一个操作，你这里卖了，你减仓了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你做空了也没有问题。那么出现这种它出现只跌了3周，出现顶分型之后它只跌了3周。没有达成这个回撤一笔的情况，你要降低周期，看它的次级别有没有背驰啊，对吧？这段你要去看它的日线，是不是有这种盘整背驰的出现了？那么出现盘整背驰，你要补回来的。你这样的话，你的交易才是一个闭环的一个操作。很多人交易就非常僵。那么我这个位置卖了，然后发现没有这个回撤成笔，我就买不回来了，然后又上去了。如果说我们是分仓操作，分批卖、分批出还好一点，好多人不是啊，好多人都是全仓进、全仓出。我这个位置全仓卖了，然后我就等待这个回撤一笔呢，他一直不给，哎，他就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又出现新高了。然后他就说：“哎呀，你这个策略，你这个交易系统有问题呀！我这里卖了就买不回来了，又上去了，卖飞了，对吧？那你这就是你全仓进出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说全仓进出相对要求的这个精度或者说你的准确性就更高了。为什么好多时候建议大家是分批进分批出呢？你要给这个自己也好，给这个是那个你的判断要留一个容错空间的，对不对？留一个 buffer。那么这样的话，你操作起来才会比较从容。我这里卖了。我即使没买回来也没有太大问题，我还有底仓呢，继续往上涨也没有太大问题，我可以再利用这段上升过程中的一些回撤，我再买回来，对吧？所以说不要求自己有100%的正确性。好多人学技术分析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100%的正确，我每次都要买对，对吧？我每次都要买在这个大底上，我每次都要卖在这个大底上。那你这个很多人不太了解自己。这个认识自己其实是更重要。你要知道你自己现在是处于什么水平，你只有知道自己一个什么水平，可能才能够做好一个更好的一个应对。很多人觉得要求自己特别高，一定要求自己那个每次都要买对，或者说每次都要卖对。那么你可能水平没到那个程度，你就这么要求自己，那么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标准高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想达到这个标准的话，需要你长期的一个真金白银的一个去市场里面去练习才有可能达到。那么这个的话是需要自己花时间、还花金钱、花精力去投入的一个事儿，而不是说只是去空想，空想是没有意义的，对吧？那么从这个周线上的话，4103现在上涨没有背驰，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部，4103到5050的一个内部。那么这是我们每天在做，或者说每周周二、周四盘后这个做解盘的时候在说的4103，之所以分析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周线上的一个起涨，从这里到5050全都是周线的一笔。我们看一下日线上一个3段上去，然后2次回撤，构成了中枢，然后现在尝试离开，对吧？现在就是它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5191。这个上涨这一笔能不能够结束？你结束了的话，你就要有回撤，对吧？你要是我们现在就是判断它的延续性。如果说延续上涨，你要做多的话，你就赚钱。那么它延续那个上涨结束了，要掉头要回跌了，那么你再继续做多的话，你就会亏钱。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延续性的一个首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这里要回来的话，不回到这个中枢啊，还是300，还可以往上走。那如果拉回来。碰到了这个5264了，那就是进行中枢震荡，对吧？那么杀的比较深，直接砸到120天均线，一个弱反不回到中枢，还形成了一个3卖了，直接就掉头了，这里对吧？5150就成了一个反向的一个起跌点，那么就可以走反向的周线上的一笔。虽然说我们现在看的是日线，那你要知道，在本周期的一个变化会引起它上一个周期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这是你要每时每刻都要思考的。好的，那么的话，现在主要关注重点就是5191到5050，这就是它的这个次级别，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就是我们每天或者说周二、周四盘后说的这个，在它的这个次级别1小时上，这是起涨点，然后一个浪形往上走，
1、2、3、4、5、6，哎，第6笔回撤了。那么在周五收盘的时候又形成了底分型，但是它这个反弹不够比，反弹不够比的话，就看下一周能不能够是看它怎么选，再次去跌破5452，还是说再次去突破5505，都可以选。在1小时上是没有选出方向之前的话，两个方向都可以，要么是再次跌破这里，要么再次突破这里。往下走的话，那么就看它能不能够碰到5446，碰到5446的话，这里就会形成1小时的中枢了。那么就看它企稳，就看它那个回来的一个深度。如果说不是很深的话，那么在这里企稳之后，还可以是一个结构性的买点，还可以去再次离开。就是形成中枢以后的话，它还可以再脱离中枢，对吧？那么就是做中枢震荡。如果说回来了，也跌破了5452，但是呢，不能够碰到5446，那么还只是一个浪形的回撤，对吧？那就是一个第6浪回撤，然后可以有7，甚至是有8和9。那么之后的话，我们可以持续的跟踪。所以说，在1小时周期的话，就看下一周怎么选。现在它这个 MACD 给到的就是开始趋缓了，你看它这个柱子，这个长度也不再开始伸长了，所以有希望，即使说再次跌破5452的话，那有可能趋稳。就不去碰这个，不碰这个5446，对多头来讲是一个强势状态。碰到形成中枢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弱势，所以说看一下能不能够碰到。但是呢，整体来讲就是不管碰不碰到，你都要等待一个它的内部结构出现一个饱满才可以。出现了一个顶底分型，只是我们的第一个触发。我一直强调的是，我们用的是双触发。什么是双触发呢？就是在本周期，其实双触发其实是2个周期。那么你本周期的触发只是顶底分型的一个触发，那么第2个触发是什么呢？第2个触发是次级别的，你要去看5505跌到5452的内部结构，只有它的内部出现了盘整背驰，甚至是趋势背驰带中枢的这种两中枢的趋势背驰，你才可以进。也就是说，它的内部需要有饱满的结构，你才可以进场，也就是这才是你的第2触发。这用双触发的目的是提高你进场的这个精度。你所谓的那个每一个的精度，你要达到的程度就是你买了它就涨，你卖了它就卖，它就跌。那么你的这个精度才是高的，对吧？我们最理想的就是每次都买在这个拐点这个位置，这是我们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需要用双触发来提高我们的这个进场的精确度。当然了，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在练习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会买早、卖早，或者是买早都有可能出现。比如说你这个位置进了，然后在这个位置，然后你卖了，然后下来你没买，它又上去了，你相当于卖早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的话是在不熟练的时候，你用单触发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形。所谓单触发就是你只用这个顶底分型来操作，哎，我这个位置买了，这个位置卖了，然后你就完事儿了。然后呢，你那个没去看它的内部结构，发现内部其实不够饱满，就是这个回撤也不够饱满的时候，人家又上去了，说明你卖早了嘛，对吧？如果说你用双触发的话，可能你这个精确度呢就能提高很多。所以说双触发就是为了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这个精确度的。那么如果说你达不到这个程度的话，就分批进分批出也没有问题。那你在这个位置进了，这个位置卖一点3次卖完了没有关系，它又下来了，对吧？你不需要卖在最终的这个大拐点这里。好多人就给自己的要求真的是太苛刻了一些，对吧？分批进分批出，你这样的话心态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说，一定是有底仓的情况下才可以，不能说啊我每次进出都是全仓进出。那么你全仓进出是不，我讲的这些是不适合全仓进出的，对吧？我说的是要你从3个维度选好了股票之后，我要中长期操作一个标的，而不是说每次我都要做5分钟的。卖了买回来，卖了买回来，卖了买，哎呦，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这个不是我在要讲的东西，也不是我在分享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我在讲的是你在有底仓的前提下，然后找一找次级别小周期能不能够有机会做短差的这么一个操作，这是我要分享的。所以说要分清楚我分享的东西和你要的东西是不是一回事儿，对吧？你不能说啊，我分享的东西不是你要的，你就说这个人讲的什么都不是，对吧？那你这是纯抬杠了。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周末漫谈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